为了证明自己的男友不是人类，我竟直接从80层的阳台上跳了下去。男友见状只是叹了一口气，接着便毫不犹豫地一跃而下。这一刻我知道自己赌对了，他真的不是人类。然而这一切还要从几年前说起。开学日那天，国家按成绩给大家分配零售，当时考了全班第1的校花，直接就挑走了那个3S 级别的九尾狐，而排在最后1名的我，却只分到一只评级才 F 的最弱棕熊。没想到很快极寒末日就来了，跟那头棕熊结了契约的我，幸运地共享它的御寒技能，在冰天雪地的末日活了下来。反倒是校花选的那只九尾狐还没成年，就在末日刚来的第1天被活活冻死了。于是他嫉妒到发疯，领着一帮同学偷袭弄死了我的棕熊，还当着我的面煮了一锅熊肉火锅大吃大喝。我当时气急攻心，直接吐血没了性命。等我再次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了分发零售的那一天。作为班里成绩最差的学渣，我只能等大家都选完了再挑，剩下的果然还是那只没人要的棕熊。我刚伸手准备把它抱起来，校花扯着嗓门大喊：“等等！”就看他怀里抱着那只小九尾狐跑了过来，二话不说就把九尾狐硬塞到了我手里，自己反而抱走了箱子里那只孤零零的棕熊。九尾狐归你了，这只棕熊我要了。班里的同学见状全都看傻眼了，就连班主任也是一脸的不理解。要知道这只九尾狐可是这批零售里血统最纯的，据说远古血脉浓度高达80%，比那只血脉浓度才2成，而且品种特别低级的棕熊强了不止1点半点。老师赶紧劝他：“木烟啊，选零售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，这可是关系到你以后前途的大事。”姜木烟咬着下嘴唇，眨巴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说：“老师，妍希同学其实比我更需要这只九尾狐。我本来成绩就好，配个什么样的零售都能修炼成功，但是妍希同学本身天赋就不行，要是再配一只血脉这么差劲的棕熊，她这辈子基本上就废了。”这几句话直接赢得了全班的掌声，班主任也特别赞赏的点点头。说得好，修炼最重要的就是修心。既然你有这么善良的心肠，哪怕零售稍微差点意思，也肯定能成大器。说完还狠狠瞪了我一眼。你还傻愣在那干嘛？还不赶紧谢谢人家木烟？我眨巴了2下眼睛，顺手把九尾狐往前送了送。不用换了吧？我觉得那只棕熊挺好的。姜木烟这下明显有点慌了，把那只棕熊抱得更紧了，那委屈的小模样搞得像我在欺负他似的，转头就说道：“妍希，你也别跟我这试探了，我是真心实意想跟你换。”可我根本不吃这一套，继续说道：“真不用换。”然而话还没说完呢，右手突然被什么咬了一口，低头一看才发现是小九尾狐咬的，血顺着伤口就流了出来。小九尾狐伸出小舌头，轻轻地舔着我的伤口。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我竟然被这只九尾狐强行给契约了，而且签的还是同生共死的血脉契约。同学们都盯着我看，发出了一阵阵起哄的声音。本来还以为妍希是不识抬举才拒绝九尾狐，没想到居然是在演戏，嘴上说着不想要，背地里却急着跟九尾签契约，生怕校花突然反悔了，真是又当又立心机深。而这边契约刚一签订完，小九尾狐就迷迷糊糊的睡过去了。听着周围那些闲言碎语，此时我脸都涨红了。他们哪里知道，我是真的看不上这只废柴九尾狐。被强行绑定契约后，只能顶着白眼坐回自己的位子，因为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，这只看起来特别抢手的九尾狐，半个月后就会变成没用的累赘。不对，不仅仅是我知道，姜木烟他也知道。当他放弃九尾狐，非要跟我抢这只棕熊的时候，我就早已反应过来，他跟我一样都是重生回来的人。上一世的姜木烟选了九尾狐，而我被迫跟那只没人要的棕熊签了契约。谁能想到，短短几个月之后，恐怖的极寒末日突然就来了，全世界都陷入零下50度的严寒之中，地球好像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冰柜。但由于血统纯正的九尾狐比起杂交零售，成长期要长得多，因此当极寒末日降临的时候，九尾狐还是个只会喝奶的小废物，导致末世第1天就被冻得硬邦邦的。而我的棕熊在我的细心照顾下，已经进入了少年期，并且觉醒的天赋刚好是共享能力，在零下50度的极低气温里，跟我共享了他的抗寒天赋，所以我也成了末日里最不怕冷的那个人。那天我跟着学校组织的异能者小队出去找物资时，姜木烟好几次想引诱棕熊解除跟我的契约，想让他变成自己的零售，但是都被棕熊给拒绝了。碰了好几次壁的姜木烟恼羞成怒，到处去散布谣言，说只要吃了棕熊的肉就能获得抗寒的本事。最终再一次出去找物资的路上，姜木烟联合别人害死了我和棕熊。在那个为了活命吃人的末日里，我们成了他们嘴里的食物。回过神后，我担心地望着姜木烟手里的棕熊，上辈子我和棕熊情同手足，是彼此最信任的搭档，没想到这一世却被姜木烟抢先一步夺走了。失去抗寒天赋我倒是无所谓，就是担心棕熊跟着他会不会挨饿受冻，会不会受什么委屈。然而正当我发呆地看着棕熊时，却发现他也在偷偷地观察我。我们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，玩具那么大点的棕熊竟然冲我眨了2次眼，不是1次也不是3次，而刚好是2次。我心里瞬间一阵狂喜，因为眨眼2次是上一世我和棕熊的暗号，眨2下眼睛意思就是让我放心。从我刚才想留住他的举动里，他发现我也是重生回来的，现在他用同样的老办法告诉我他也重生了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由得同情地看了一眼姜木烟，千万别被棕熊那憨厚的样子给骗了，他的性格可一点都不温顺，这只棕熊骨子里就是个腹黑的主。当我和棕熊还在用眼神飞快交流时，突然指尖感觉到了一股温热，我低头看了一眼，原来是我那帅气又高贵的九尾狐醒过来了。
我才不是什么废物呢。一个高傲又带着奶气的声音响了起来。还有，女人不许盯着那个黑不溜秋的丑八怪看。我用手指轻轻戳了戳小九尾狐，小声的问他：刚才是你在跟我说话吗？小九尾狐只是傲娇的哼了一声，接着在我怀里懒洋洋的翻了个身。我觉得不应该叫他九尾狐，应该尊称他一声少爷才对。女人，我叫月白，你要想叫我少爷也行。我戳了戳他的小脑袋瓜，小东西，谁教你这么中二的台词？与此同时，讲台上的班主任正在讲怎么画契约阵法。一般都是人类主动去契约灵兽，可兽族天性都很高傲，幼年期的兽族虽然相对温顺一点，但是很少有主动跟人类签契约的，除非是遇到特别亲近的人类。等班主任讲完后，同学们都开始尝试契约自己的灵兽，但只有我是个例外。要不是我亲眼看见，谁能相信我被一只九尾狐强行给契约了？月白，你为什么要主动契约我啊？月白一脸嫌弃地说，那个女人身上味道很臭。我半开玩笑地跟他说，姜木烟可是全校公认的校花，好多男生追在后面夸她香喷喷的呢。月白气鼓鼓地反驳道，他们眼睛全是瞎的，看不出她骨子里的臭味。那我呢？我故意逗着他玩，怀里的小九尾狐把脑袋往我腿中间钻了钻，声音听着有点别扭。凑合吧，你挺甜的。我这才明白月白为什么非要死皮赖脸跟我签约。闲着没事的时候，我一会儿揪揪九尾狐的耳朵，一会儿捏捏九尾狐的小肚子，最后实在是忍不住，直接对他那条蓬松诱人的大尾巴下手了。都说狐狸的尾巴摸不得，可他现在还是个孩子呀，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放过？小九尾狐那毛茸茸的大尾巴，不就是给妈妈摸的吗？我刚把手放在尾巴上摸了一下，月白整个身子就像触电般僵住了，雪白的毛发中间隐隐约约透出了一点粉红色。快把手拿开，你这是在耍流氓。那样子活像个被调戏的小媳妇儿。我眨巴了两下眼睛，不好意思的把手缩了回来，接着还倒打一耙说，小不点儿，脑子里别老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月白被我气得不行，眼眶立马就泛起了泪花，气鼓鼓的把脸转到一边，干脆不搭理我了。此时教室的另一边，姜木烟那张精致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，他对着棕熊发起了契约。契约阵法照在棕熊身上快速的转动，殊不知此时阵法里的棕熊偷偷调动了灵力，暗中改了2处阵法的纹路。原本普通的平等契约，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变成了主仆契约，只不过棕熊变成了主人，姜木烟反而成了仆人。这是之前出去历练的时候，我和棕熊在一个遗迹里发现的特殊阵法，没想到现在被棕熊拿来算计姜木烟了。成功契约的棕熊得意的瞥了我一眼，我偷偷把手藏在课桌底下，给他竖了个大拇指，所以说千万别得罪老实人。女人，你这个坏女人。耳边突然响起了赌气的声音，又是我那个傲娇又死要面子的小少爷，我哪里坏了啊？我漫不经心地捏着他软乎乎的脸蛋，虽然没多少肉，但是手感特别好。你摸了我的尾巴，还跟别的男人眉来眼去的，况且还是个黑皮肤的丑八怪。月白越说越觉得委屈，我轻轻叹了一口气，看来还得加上一条，你还是个爱吃醋的小少爷。片刻后，全班同学都完成了契约，班主任给每个人都发了一份修炼用的物资，我只给自己留了1块零食，剩下的全都给月白当零食吃了。19块零食被他咬得嘎嘣脆，还没走出教室大门呢，我的零食就被他吃了个精光。同学们都盯着我看，并且眼神里充满了惊讶。妍希是疯了吧？把1周的修炼物资全都喂给九尾狐了。他刚才是不是没认真听课啊？不知道灵兽的成长周期很慢吗？零食主要是留给自己修炼用的。九尾狐跟他签契约，真是白瞎了。就连班主任也皱起了眉头。某些同学注意点，零食每个月的配额是有限的，浪费了学校可不会补发。我知道老师这是在说我，但也只是乖乖的答应了一声。说实话，上一辈子我对棕熊确实很慷慨，别人都是4比1分配修炼资源，我和棕熊从来都是5-5开。毕竟我觉得既然是伙伴就应该平分，但就算是对棕熊也没像对九尾狐这么大方过。他吃了19块，而我却只留了1块，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，就连我自己都感觉快要失去理智了。因为我忽然想到了一件事，我和九尾狐签的是血脉契约，由于普通的平等契约，不管哪一方死了都不会连累对方，可是血脉契约就完全不一样了，这种契约意味着生死都要绑在一起。如果九尾狐像前世那样在末世第1天就冻死，我也得跟着一起完蛋。正因为这样，眼下这只小祖宗的命比什么都金贵，剩下的这点时间，同学们都找地方自己修炼去了。我抱着九尾狐准备离开，路过姜木烟身边的时候，他突然侧身挡住了我的路，压低声音跟我说，我知道你也重生了，这一回该轮到我契约棕熊掌握抗寒能力了。可我嘴角只是微微往上一扬，那就祝你长命百岁吧。姜木烟脸上写满了得意，有了棕熊，我当然能活得特别滋润，至于你，就等着跟你的废物狐狸在末世第1天一起冻死吧。这时怀里的九尾狐懒洋洋地看了一眼，随后突然撅起了屁股，对着姜木烟放了个震天响的臭屁。姜木烟那优雅的形象瞬间崩了，尖叫着连连往后退。妍希，你疯了吗？快点把这只臭狐狸弄走！我轻声笑了一下，抱着九尾狐转身就离开了。想到培养灵兽就是个无底洞，急需大量的灵石成了我最大难题。于是我一边撸着九尾狐的毛，一边琢磨，突然想起来前世末世来临之前，媒体曾曝光过一个小型的灵脉，按时间来推算的话，那个地方应该还没被人发现呢。随后我带着九尾狐立马开车赶了过去，很快到了前世标记的那个位置，却发现姜木烟已经先一步到了。作为世家的大小姐，她的人脉资源根本不是我能比的，站在灵脉的外围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她带着20多个壮汉在那儿疯狂的开采灵石。此时九尾狐蜷缩在我怀里，被那些闪闪发光的灵石缠得直咽口水，我只好赶紧捂住她的眼睛，别看了啊，宝贝儿，
这里的零食品质太差劲了，妈妈带你去别的地方找吃的。随后我就抱着九尾狐依依不舍地离开了。然而还没走出多远，我的脑海里突然响起了惊喜的声音：姐姐，是你吗？姐姐是你吗？我浑身猛地一抖，猛地回头看向姜木烟挖零食的现场。原来那只棕熊正被姜木烟用一根粗麻绳拴在遮阳伞底下。它虽然看起来像是在酣酣大睡，但其实那双黑豆一样的眼睛正透过墨镜的缝隙，死死地盯着我这个方向。这时怀里的月白明显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，本来因为吃不到零食而不爽的耳朵瞬间竖了起来，语气更加傲娇，而且带着一丝危险。女人，你的心跳变快了，又是为了那头蠢熊吗？我没搭理月白的醋意，接着便在脑海里飞快地回应棕熊：小黑，你能通过神识跟我说话了。棕熊的声音听着有点虚，哪怕掩饰不住那股子兴奋劲儿。上辈子死前咱俩灵魂共鸣过，这辈子虽然没契约了，但我觉醒了精神链接的天赋。姐别管姜木烟那个蠢货，他挖的都是表面的废料，真正的宝贝在东南角那棵枯死的老槐树底下，只要往下挖3米，就会有一颗万年冰火灵髓。冰火灵髓啊！我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，那可是传说中能洗精伐髓，甚至能让灵兽产生变异进化的神物。姜木烟嫌弃那边晦气，根本就不让人靠近。棕熊见状立马说道：姐姐快去拿到那个，姐姐快去拿到那个，你的小白脸，哦不对，你的九尾狐就能在末世活下来了。我听后心里一暖，强忍着眼眶的酸涩。那你呢？姜木烟对你怎么样？放心吧，棕熊的声音透了一股狡猾劲儿。我现在装作还没觉醒。切断了联系后，我立马调转了方向盘。去哪儿啊？月白不满地用尾巴扫了扫我的下巴，我嘴角勾起了一抹笑意，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，带你去吃自助大餐。果然如棕熊所说，那棵老槐树附近空无一人，只留下一个隐藏灵脉的阵法。白狐见我来到灵脉，虽然满心好奇，但碍于刚才说过不理我，只能着嘴强忍着不问。我在阵法周围转悠，没过多久，棕熊就解开阵法，探出个脑袋。现在他已经能开口说话了，朝我挥挥爪子。姐姐快进来！怀里的白狐看见棕熊，立刻炸毛了，摆出凶巴巴的架势。我赶紧捂住白狐的嘴，对棕熊抱歉的笑笑。这小家伙有点调皮，棕熊在前面引路。没关系，姐姐，别责怪弟弟。虽然捂住了嘴，但白狐的声音在我脑海里炸开了锅。天啊，这是个绿茶，黑皮绿茶！放开我，我要咬死他，今天非咬死他不可。妍希别拦着我，没有男人能忍受女人当面出轨，我还活着呢，你就敢和这个黑皮绿茶幽会，躲在女人背后算什么男人？快放开我，我要和他决斗。吵死了，太吵了，简直吵得头疼。看了眼棕熊周身环绕的灵力，我突然松手，让白狐跳到了地上。落地的月白难以置信的回头，没想到我真的会放手。接着以0.008米每秒的龟速，一步3回头的挪向棕熊。第4次回头时，还不确定的看我一眼。你都不拦着我，不怕我打死你的小情人？我瞧了眼棕熊的灵力，吃了半天零食的他，灵力是白狐的50多倍，谁打死谁还不一定呢。我笑眯眯地说：没关系没关系，让我看看你的男子气概，要是你能打死他，以后我心里就只有你。白狐爪子不安分地刨地，似乎被说动了，但看了眼棕熊的灵力，又扭扭捏捏地回到我脚边。看在你认错态度好，这次就原谅你们，下不为例。随后我拿出后备箱里的工兵铲，二话不说就开始挖。月白蹲在边上像个监工大爷似的。女人，你该不会是想挖蚯蚓喂我吧？我告诉你，本少爷只吃。叮的一声，铲子碰到了硬东西，一股红蓝交织的光芒瞬间冲天而起，周围的温度一下子变得特别诡异，一半极冷一半滚烫。月白本来懒洋洋的狐狸眼瞬间瞪圆了，那是刻在骨子里的血脉渴望。他嗖的一声窜了下去，围着那颗拳头大小流转着冰火双色的晶体打转，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万年冰火灵髓。月白抬头看着我的同时，声音都在发抖。这是给我的吗？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只要吃了它，半个月后的极寒你就不用怕了。月白听后愣住了，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第一次少了几分傲慢，多了一丝复杂的感情。此时棕熊说道：姐姐，这个冰火灵髓就给弟弟吧。只见他又把灵脉分成3份，自己却只留了最小的一份。姐姐，我只要这些就够了。接着指向另外一堆小的和那份最大的。这些够你修炼用了吧？剩下的都给我弟弟吧。月白听后立马开始大叫：我看这黑小子怕是看上你了吧？你脑子里除了谈恋爱还能装点别的吗？怎么什么事都能往那方面想？月白还不服气的嘟囔。我轻声提醒，还想不想要零食了？他立马老实了。等棕熊回去后，我让月白将灵髓吞进了肚子里。下一秒，九尾狐浑身爆发出耀眼的光芒，本来雪白的毛发尖端竟然染上了一层妖艳的绯红和冰蓝，并且很快他就昏睡了过去，需要在识海里消化这股庞大的能量。于是在后面这半个月里，我也没闲着，直接开始了疯狂大采购。既然都重生了，那钱就是废纸。我卖掉了父母留下的市中心大平层，租了一个位于郊区自带地下避难所的坚固别墅。物资清单如下：自热火锅买了3000箱，羽绒服500件，暖宝宝1万贴，无烟煤10吨，发电机5台，柴油2吨，还有月白最爱吃的进口和牛跟极品金枪鱼。当然也没忘记给我的卧底棕熊准备一份。我偷偷在避难所的一个隐蔽角落埋下了大量的蜂蜜和肉干，这是留给小黑的后路。就在我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姜木烟却找上门来。
他带着几个跟班，穿着一身名牌，怀里抱着那只体型明显大了一圈的棕熊。哟，妍希，听说你卖房了？只见姜暮烟幸灾乐祸地嘲讽道：“是不是养不起那只废物狐狸，准备跑路了？”他身后的同学也跟着起哄。校花现在可是风云人物，棕熊虽然只是 F 级，但力量惊人，昨晚一巴掌拍碎了测试机呢。是啊，不像某人的九尾狐，听说天天就知道睡觉，怕是得了绝症吧。我正在往车上搬运最后一批保暖材料，听见这话停下了动作，淡淡的看了一眼他怀里的棕熊。小黑正生无可恋的被姜暮烟勒着脖子，看见我他直接翻了个白眼，舌头歪向一边继续装死。关你屁事，我冷冷的回了一句。姜暮烟先是脸色一僵，随后便冷笑的说，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，妍希你要是跪下来求我，以后我也许能赏你一口熊肉汤喝。说着他还得意的拍了拍棕熊的头，对吧小熊熊？棕熊配合的嗷了一声，听起来威武霸气，其实在精神链接里对我吐槽，这女人喷的香水太刺鼻了，我想吐。姐，我想吃你做的红烧肉了。我在心里回道，先忍着半个月后给你做全熊宴，我是说全肉宴。看着姜暮烟趾高气扬离去的背影，我摸了摸怀里还在沉睡的月白，接着便低声说道，快点醒来吧，好戏要开场了。半个月之后的中午12点，本来高挂的太阳突然被一层诡异的灰雾给挡住了，气温在短短10分钟内从30度骤降到零下20度，并且还在持续下跌，世界瞬间进入了冬天。手机里全是尖叫和求救的各种推送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突然下雪了？好冷啊！我家玻璃被冻裂了！救命啊！我的灵兽被冻僵了！我坐在壁炉前面，身上不仅披着薄毯子，手里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拿铁，壁炉里火光跳动，整个地下室温暖如春。我怀里抱着的小狐狸也终于醒过来了，这回醒过来它的体型并没有变大，但本来只有一条的尾巴竟然变成了3条，三尾妖狐啊！好吵啊！月白伸了个懒腰，外面怎么这么冷？末日来了，我喂给他一块顶级和牛，感觉怎么样？月白眯起眼睛，那双一瞳左眼冰蓝，右眼绯红闪烁着光芒。他突然从我怀里跳出来，落地瞬间，一股肉眼可见的红色气浪以他为中心散开。本来还需要壁炉维持温度的房间，瞬间也变得燥热起来。这是赤炎领域，我惊讶地问：“那是本少爷消化了一半灵髓觉醒的天赋。”月白傲娇地扬起下巴，3条尾巴晃啊晃的。以后你不需要那些破炉子了，本少爷就是最大的暖炉，抱着我零下100度你都能穿比基尼。我脸一红地说道：“谁要穿比基尼啊？”与此同时，在学校宿舍那边，姜暮烟裹着3层厚被子，却还是冻得瑟瑟发抖。该死的，怎么会这么冷？他牙齿打颤，看着窗外已经被冻成冰雕的树木。棕熊，棕熊死哪去了？他尖叫道。角落里，棕熊慢吞吞地爬了出来。他身上虽然有厚厚的皮毛，但此刻也装作冻得哆哆嗦嗦的样子。快发动你的御寒天赋！姜暮烟命令的口吻说道。我是你的主人。只见棕熊无辜地眨眨眼，但心里却在冷笑。想得美！上一世他全心全意释放热量保护我，但这一世棕熊身上确实亮起了一层淡淡的黄光，可那光芒仅限于他自己的皮毛表面，一丝热量都没有外泄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还是这么冷？姜暮烟扑过去抱住棕熊，却发现棕熊的毛虽然不冰，但也绝对不暖和，就像抱着一块石头。废物 F 级果然是废。姜暮烟气急败坏，一脚踹在棕熊身上，棕熊顺势倒地，发出虚弱的哀嚎，眼神却在阴影中闪过一丝寒光。很快，末日就来到了第10天，凛冽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窗户，外面的气温已经跌破到了零下50度，连坚硬的钢铁都冻得发脆。我的恒温别墅成了这冰原上唯一的净土，充足的物资和温暖的环境，自然也引来了不怀好意的人。凌晨时分，几个气息凶悍的异能者用蛮力撬开了别墅外面的大门。他们带着贪婪的眼神直接冲进了院子，为首的壮汉扫视一圈地面之后，便开始狂喜。老大，这里居然一点都没结冰，肯定藏着天大的宝贝。此时我握紧拳头，正准备掏出之前买的强弩，可站在身旁的月白却突然伸手按住了我的手，接着声音清冷地说道：“想活命的话就赶紧滚。”这会儿的月白体型已经长到了半人高，雪白的狐毛在暖光下泛着柔光。他优雅地迈着猫步走向门口，金色的树瞳像看蝼蚁一样看着那几个人。其中一个瘦高个异能者搓了搓冻僵的手，眼神贪婪地盯着月白。哟，好漂亮的狐狸皮，剥下来正好给我做条保暖围脖。领头的异能者狞笑着从手心里凝聚出一根冰刺，冰刺泛着森森寒气，看着就威力十足。月白不屑地从鼻腔里冷哼一声，找死！紧接着我就看见了这辈子最让人震撼的一幕，耀眼的白光突然在院子中央炸裂，刺得人睁不开眼睛。那个半人高的雪白狐狸瞬间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身形修长挺拔的少年，一头银发如银瀑般披散在肩头，他的皮肤白得像上好的羊脂玉一样，勾勒出流畅而紧实的肌肉线条，头顶一对毛茸茸的狐耳轻轻晃动，身后3条巨大的狐尾肆意张扬着，那张脸简直妖孽到了极点，眉心一道红色的火焰纹路格外醒目，眼角微微上挑，带着勾人的魅惑，活脱脱一个祸国殃民的男狐狸精。看够了吗？他缓缓回过头，冲我露出一个邪魅的笑容。还没等我从震惊中反应过来时，只见他修长的手指随意一挥，一道幽蓝色的冰焰瞬间席卷了整个院子。那几个异能者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，就被冰焰包裹，直接化作了冰蓝色的雕像。紧接着火焰从雕像内部猛烈燃烧，将它们全都化为了灰烬，飘散在空中。处理完这些不速之客后，月白身子微微一晃，似乎有些脱力站不稳。我见状连忙快步跑过去扶住他，身体触碰的瞬间，一片滚烫的肌肤烫得我心头一颤。你怎么？
此时我的心跳不受控制的加速，不仅是因为刚才见识到他的强大，更是因为近距离看到这完美的身材啊！月白顺势柔软地倒在我怀里，结实的手臂紧紧搂住我的腰，脑袋在我的颈窝处轻轻蹭了蹭，瞬间变回了那个爱撒娇的语气。女人变身消耗太大了，我要充电。怎么冲？我结结巴巴地问他，同时脸颊也开始发烫。月白缓缓抬起头，那双一瞳深邃的不见底。他突然凑近在我敏感的耳垂边低语道：“亲我一下。”与此同时，城市的另一端，姜暮烟凭着棕熊皮糙肉厚的超强防御力，才勉强在这极寒末世中活了下来，并且还拉拢加入了一个由校霸组成的幸存者小队。他一直怀恨在心，到处散布谣言，说我知道一个储存海量物资的地下恒温仓库的位置。所以就在今天，他们还是决定对我的别墅动手了。而我也提前收到了棕熊传来的情报，姐今晚12点整，他们会悄悄偷袭你的别墅。姜暮烟的女人说，只要杀了你，就把你的九尾狐皮剥下来给他做大衣，而且他们还带了威力巨大的炸药。听到炸药2个字，我眼神瞬间一冷，握紧了拳头。到了晚上，外面大雪纷飞，寒风呼啸，姜暮烟领着20几号凶神恶煞的人，鬼鬼祟祟地包围了我的别墅。沿袭姜暮烟拿着扩音器大声喊道：“我知道你肯定在里面，赶紧交出所有物资和那只九尾狐，我们可以饶你不死。”我缓缓站在2楼的阳台上，而此时月白也静静地站在身旁。现在的他已经完全适应了人形模样，还被我强行穿上了干净的衬衫长裤。姜暮烟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！我语气平淡的回应。少废话。只见姜暮烟面容十分狰狞，这段时间的严寒折磨的她皮肤多处溃烂，看着我红润有光泽的脸色，嫉妒到发狂的她立马就要下令把门炸开。他回头看向身后的棕熊，快点火！棕熊憨厚地拿着打火机，一步步走到那个巨大的炸药包前。那个炸药包被特意放置在姜暮烟队伍的中心位置。快点啊，你这头蠢熊！姜暮烟不耐烦地骂道。棕熊缓缓抬起头看了看阳台上的我，又转头看了看身边的姜暮烟，他突然咧嘴露出一个极具人性化的嘲讽笑容。姜暮烟，棕熊突然开口说话。你真的以为我是你的灵兽吗？姜暮烟彻底愣住了。你怎么会说话了？我不光会说话，我还知道像你这样的人该下地狱了。他根本就没去点那个炸药包，反而猛地抬起厚实的熊掌拍向了地面。天赋技大地践踏，只听轰的一声巨响，地面瞬间剧烈塌陷。姜暮烟和那20几个异能者直接失去平衡，尖叫着掉进了棕熊这几天偷偷挖好的深坑里。妍希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灵兽！姜暮烟在坑底疯狂尖叫，这是背叛，这是弑主！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道歉，小黑的主人从来都只有我一个。月白，我轻轻唤了一声，身边的银发少年指尖微微一点，无数道锋利的冰棱从天而降，精准地封住了深坑的出口，只留下一个个细小的通气孔。无数道锋利的冰棱从天而降，精准地封住了深坑的出口，只留下一个个细小的通气孔。那不是为了让他们活着，而是为了让他们在极寒中慢慢体验绝望的滋味。姜暮烟在坑底绝望地嘶吼：为什么？明明我才是重生的，明明我抢走了棕熊，为什么最后还是输给你？我站在坑边看着下面那个狼狈不堪的女人，因为你蠢。棕熊蹲在坑边往下面吐了一口口水。实话告诉你，老子的隐藏血脉是大地之熊，防御力堪称无敌。上一世要不是为了保护妍希姐，就你那些垃圾手段能杀了我？姜暮烟听得面如死灰，瘫坐在坑里。而此时月白亲昵地搂着我的肩膀，慵懒地补了一刀。虽然我很讨厌这头蠢熊，但他有一点说得对，灵兽的强弱从来不在于品种，而在于欲受师的心。你心太脏太恶毒，就算给你条龙，你也养不活。我没有再看姜暮烟一眼，转身准备离开。走吧，月白随手一挥，一层厚厚的冰雪彻底覆盖了深坑，周围瞬间恢复了宁静，世界也仿佛清静了。极寒末世整整持续了3年之久，不过这3年对我而言却并没有那么难熬，反而十分惬意。棕熊小黑在解决完姜暮烟后，拒绝了跟我回别墅生活。姐，我不想当你们的电灯泡。姐，我不想当你们的电灯泡，打扰你们2人世界。此时的小黑已经完全化形，变成了一个身高2米的壮硕汉子。我打算去山里占山为王，顺便找几头母熊谈谈甜甜的恋爱。有事你随时叫我，保证随叫随到。说完，他扛着几大箱珍藏的蜂蜜和腊肉，潇洒地钻进了茫茫深山老林。而我则和月白在别墅里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别墅的客厅里温暖如春，月白此时正维持着半人半狐的形态，9条蓬松的大尾巴铺满了整个地毯。是的，这3年里，他成功进化出了9尾。我舒适地躺在他柔软的尾巴堆里，手里拿着一本小说看得津津有味。老婆，月白凑过来，把脑袋搁在我的肩膀上，银色的长发垂落在我的胸口，轻轻发痒。我饿了。厨房的烤箱里有刚烤好的鸡，不想吃烤鸡。月白那双一瞳水汪汪的看着我，带着撒娇的意味，接着低头在我脸上轻轻啄了一下。月白翻身将我温柔的压下，毛茸茸的虎耳轻轻抖了抖。这可是人家保留了18年的初吻。月白脸上的笑容那叫一个灿烂得意，这根本就算不上是第一次亲密接触，咱们2个其实早就已经亲过了。他之前昏睡了那么长的时间，完全是因为在觉醒专属的特殊技能。月白的出身血统本来就非常高贵稀有，想要觉醒天赋技能肯定比普通野兽困难100倍。好在经过了这一段日子的煎熬，他终于还是成功完成了突破。月白赶紧告诉我，你到底觉醒了什么厉害能力？我好奇地追问，他一副没睡醒的样子，懒散地吐出一个大字。我一脸震惊地看着他，脑子里的想法瞬间就跑偏了10万8千里。
我忍不住偷偷的往下瞄了一眼，但是堂堂一只血统高贵的灵兽，觉醒这种技能是不是有点太不正经了？怎么想都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。他的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丝狡黠的坏笑，摆明了就是故意在逗我玩呢。你的脸蛋儿怎么一下子红成这样了？脑子里该不会是在想什么少儿不宜的画面吧？我是想告诉你，我技能的覆盖范围非常大。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会儿功夫，窗外那漫天飞舞的大雪悄悄地停了下来，满天厚重的乌云也开始一点点消散，消失许久的金色阳光重新洒向了冰封的地面，温暖着这片被严寒肆虐的大地。远处的校园里，隐隐约约传来了同学们的欢呼声。你们快抬头看，天上久违的太阳终于出来了，周围的温度好像真的回升了不少。看来这场要命的灾难终于要结束了。此时月白在我耳边轻声地解释道：我们白狐一族本来就象征着祥瑞与希望，我这次觉醒的天赋能力就是万物复苏。他那张帅气的脸庞慢慢凑了过来，温热的呼吸轻轻喷洒在我的脖颈间，毛茸茸的大尾巴在边上抖动着，那模样简直就像是在跟我撒娇讨喜。西西，我这么厉害，帮世界恢复了生机，你打算怎么好好奖励我一下呢？